车流量倒是上来了，但是这个地方它现在还不堵车。我们如果说在山上继续发展人口的话，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够用了。我们先切到这个地图的全景去看一眼啊。目前是这个样子的，山下肯定是盖满了，这个区域也盖满了。这个区域除了一些山脉，基本上也盖满了。然后我们能发展的区域只剩下左边了。不过左边的风景看起来倒挺好的，这里有一个小河，还有一座山。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地形啊，这里有一个火车，火车轨道倒是不少。大家想看这个地图50万人口，那么还差30万人口，这个压力有点大。好在旁边有一条高速啊，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游戏自带的立交啊，这样简单一点。哇，这个立交好大。这样吧，得把游戏暂停一下了，然后我们先删除几节。刚才已经大概量了一下，这个立交大小现在应该差不多 OK， 把它放在正中间的位置，不能太乱啊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高速公路的道路啊，直接把它连接一下。为什么连得这么歪啊？稍微调节一点点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。这个方向呢，好像留的距离有点太近了，我们再去调整的话，这工程也挺大。下次删道路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这个道路多删几节。OK， 最起码游戏可以继续了，是吧？我们检查一下啊，现在是高速是一条3车道，目前是不堵车的，我们不用去治理这个堵车的现象。那么现在多出来的2个路口呢，想一下，简单一点吧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选一个单行道，比如说一个3车道应该够了。从这儿呢去拉一个环岛，通过这个环岛呢，先去拉开几条直线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环岛怎么被我做成椭圆形了？这样吧，先拉直线吧。既然来到这儿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中间刚才留了有一大片的空地，我们可以在中间呢去放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高楼。哇，这个建筑啊没什么可说的，把它作为一个地标的存在啊。那么我们把这条路呢从这儿再起一个小型的环路。如果说我们想快速增加这里的客流量的话，可以把这个体育场放在这儿。由于我们还没有设置这个公共交通啊，所以一会儿游客过来以后，他们可能需要开车过来。那么我们在对面呢，去帮他放置一个立体的停车场啊，稍微小一点点的，放在这儿。检查一下这些游客是干什么的啊？正在前往凯旋门。这个城市的游客是不是没有见过一个什么？建设一个凯旋门就吸引了这么多游客。然后呢，我们趁着这个体育场现在人数还没有到来，我们可以把那些商业区改一下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玩意儿，怎么能说玩意儿呢？把它放在这儿吧。职位数量27，旁边再来一个稍微洋气一点的，但这个建筑好像放不下来，试一次啊。这个马路刚才规划的有点太小了，稍微移动一点。目前车流量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大家好像没有走这个收费站。上周充电的车辆可能是这些市民呢觉得这个收费站收的费用太低了，我们把这个票价呢提到最高，满足一下他们的虚荣心啊。有一个车辆经过了，黄文基，哎，好眼光。这个车辆为什么在等这么长时间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我还以为是前方有一个红绿灯呢，结果是他乱停乱放啊，把这个车停在这儿呢。我们去往前方的这个立交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排了一整个车辆啊，哇，这个队伍好长啊，有点圆不过去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，趁着这个体育场还没有开始营业啊，我们把旁边的这个客流量也抬不上来。现在没有工业或办公区需求，也没有商业需求，没有住宅需求，也就是说这里现在盖不了房子，这尴尬了。那盖不了房子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儿掏个湖吧。
哎，这个建议还真不错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里的地形啊，地形高度是518。由于我们在山上啊，所以这个地形呢可能看起来会有点高。我们把它调到500整，然后再把它降低。由于之前我们修建的那个河堤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用马路来代替一个河堤就行了，还稍微自然一点啊。哎，其实这个湖用不了这么大啊，太大的话有点浪费地形了。我之前还夸下海口说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口达到50万呢，现在才20万。哎，这个水坑里有个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美洲狮啊，他是大哥呀。大哥，你快走吧，你爬山太慢了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放水了，但是放水的话，这个地方想一下啊，还要和旁边去连接在一起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地方容易淹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再次的打开这条4车道的公路啊。比如说从这儿开一条路口，把这个水得有地方来漫过去，对吧？至于这个河道呢，肯定也不能太规则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河道呢，顺着下方的这个河流的方向啊，这样去打一条弯曲。下方也是。OK。接下来再掏空的话就比较好掏空了，就是上方的这个铁路啊和我们的这个道路有点冲突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铁路呢稍微让它架一点桥。首先我们要打开这个铁路的选项，然后把这个铁路呢这是地铁，把这个铁路呢强制一个高架的模式。这是一段，这是一段，前方再来一段 OK。 然后强制了高架之后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铁路呢给抬起来。至于下方的这个节点有点不是太好找，看一下能不能圈起来。 OK， 这肯定是不能影响我们的河道的。右方好像也需要再抬高一点。火车强制，来吧。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前方的道路啊，这个时候车流量慢慢的已经增多了。我们可以把游戏先放快啊，加倍的速度去建设。等一会儿有了房子的需求以后，我们可以继续来盖房子。那么现在呢，前方的这2条路看起来是有点差异的。目前它们都是一个地面的存在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找到这个6车道的公路，然后把它也强制一个高架。还有前方的4车道，4车道也强制高架。OK， 我去，有个车消失了啊！不过我们不用管它。至于前方的这个水坑呢，我们平整一下地形。你看，现在去平整的话，它就是一个现成的河道啊，就这样就做好了。哎，再往前走的话，这个地形有点太低了，所以我们把这里稍微平滑一点点，只要不会淹了我们的城市，其他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可以在中间放置一个特别小型的水源，比如说 0.01， 看一下效果，放在这儿。你看，我们为了现在增加人口啊，这个地皮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浪费，只是掏了一个人工湖而已。然后呢，由于我们是3倍的一个速度，现在慢慢的就有低商业区的需求了。但是以现在这个程度去盖房子的话，肯定盖不起来。检查一下这个湖面吧，有这个车辆在经过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地方慢慢的绿化就起来了。说到绿化，我们再种一点小树。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想不起来我了。不对，有一个更细一点的小草。我们把这2个小草呢相互配合一点点，就是靠近水源的植物呢，让它稍微茂密一点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这个树不能种的太多。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现在有一点不是太舒服的感觉。我们只需要再补充一点中型的树木，把它立体起来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至于其他的位置呢，就可以先不种树了。如果整个人工湖的边缘全部种上树的话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太单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人行道，比如说有一个带棚的人行道，我们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散步的地方。人行道在这里，然后再把它延长，通过这个位置去延长。先来看一下效果。你让行人这样去经过的话，在我们的湖中间最后再加上一个餐厅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很一般的地方。哎，然后让它向前方走吧，从这儿
增加一个可以观景的地方。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再放置一些水上的建筑。现在不过多的装饰啊，冬季垂钓码头、钓鱼服务处、水上摩托车。我们再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吧，刚才那个餐厅码头有点太大了。把它放在这儿了以后，这个行人其实是可以过去的。按照距离来讲啊，在我们游戏里面是够的，但是如果说真实一点的话，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它给抬高，贴着马路这样去放着。OK， 稍微好一点点，看起来像个厕所一样。然后其他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不打理啊，检查一下这个体育场。游客量0，游客量怎么会是0的？不过已经有汽车过来了，工作中啊，在这儿工作。然后呢，旁边这个建筑现在出现了犯罪率过高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只盖了4个建筑，一个警察局都没有为他们建设。本来设想着先把人口给提上来啊，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警察局的选项。哎，警车什么时候来了？啊，警车没有来，吓我一跳啊！哎，怎么说着我像做贼一样？我们把这个警察局呢，直接放在前方的这个小格子里面。反正这里目前是不盖房子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警察局，它可以出动10辆警车。为什么左转啊？不对啊！旁边的这个建筑呢，刚才犯罪率过高的行为已经取消了。哇，这个游戏有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在旁边放置一个警察局呢，以后呢，它会稍微震慑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为这个警察局去连接一下它的电源。在它的对面，我们先放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。然后呢，它就可以出动警车在我们这个区域进行循环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旁边又有犯罪行为了，我们检查一下啊，有没有右转的警车？不给面子啊！10个警车全部出动了，没有一辆去往我们旁边去巡逻。哎，有一个车辆过去了。来，我们检查一下警车巡逻中。基本上他来到附近以后啊，这个犯罪行为就会消失掉的。极个别的情况下，这个警车会下来2个警察把我们的这个罪犯给带走。停车场的犯罪行为已经没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如果说去解决其他民生服务的话，你看这个建筑。工人不足，因为附近没有居民区，这些市民他们想过来的话，他必须得开车。然后呢，最近的居民区是在这儿。哎，最近的居民区应该是在这儿，大姐夫区。我们新建立的区域呢，和山上并没有道路去相连接，所以有一些市民他们想去工作的话，必须得从这儿过去。检查一下人口啊，不锈钢区人口1596，大姐夫区人口14269。基本上这些建筑啊，在我们长时间不去打理的情况下，它已经升到5级了啊，4级，我错了。我们再来到这个位置啊，已经加速了好长时间啊，还是没有住宅需求。不过我们的人口已经由刚才的20万涨到21万了，现在每秒的增长速度是172。这个体育场下一场比赛是21-28年的6月15日，现在是21-27年的11月5日，只需要半年，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。按照我们这个游戏的惯例来说，差不多还有半年的时候，这些市民就该出发了。他们来到这里，比赛正好开始。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呢，他们再回到家里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的2胎就已经出生了啊，非常的合理啊。这个游戏的时间我是特别的喜欢。为了让他们来的稍微快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去增加一个直升机站点。想一下，空中交通，直升机站点。想一下，把这个直升机站点放在哪儿？放在湖边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不会干涉到旁边的高楼啊。反正想把这个地方建立体一点的话，旁边是肯定不能放高楼的。我们再打开这个直升机的路线啊，不，线路现在绘制不了。我们找到这个路径啊，直接把它连接到大姐夫区。没想到我们建设了一圈以后啊，现在来到我们最开始的地方了。拉一条直线吧，稍微快一点，然后再创建一条站点。起始点应该是让它从大姐夫区开始出发，然后来到我们的山顶。OK， 再结束这个线路啊。由于这个站点刚刚的创立啊，所以可能不会有一些游客。这些游客他们是去往我们其他的区域的。
目前3号线，我们只需要点开这个车站看一下3号线，现在游客量是0。不过对于我们敬业的飞机来说，即使是它没有游客啊，它也是可以出发的。果然是。不过这个公共交通来说，它基本上是不堵车的，就让它随便的跑一点。我去，前方的这个节点怎么回事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，我们有一个高架桥塌下来了，还得把它升高。哇，这看起来太吓人了。